按你自己的认为，你的心理年龄多大了呢？这不仅仅看你读过什么书，活了多少年，或者你考出的成绩。这些年也许有人告诉过你，你很聪明，或者恰恰相反，在某些方面，你会像比自己小几岁的人那样理解和学习，让别人感到惊讶。这是少有的几次与众不同被认为是一件好事。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接近最佳状态。你是其中之一吗？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我们可以自己判断的方法。一、精力充沛，注意力集中。是啊，我们知道谁都可以玩上几个小时的游戏，把电动打爆，但这不是我们这里想说的。你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项任务上，以实现目标吗？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还在为一个别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的目标而兴奋？尽管一开始每个人都说他们想要的是一样的东西，这可能是你的大脑保持灵活和准备运转的迹象。保持这种能力，同样的专注和决心来吸收并整合新知识，是聪明的迹象。二、知道并珍惜自己的时间。你的休闲时间是不是仍包含做一些事情？也许不是工作，但仍然在做一些事。如果你被迫坐着不读书、不说话、不思考，是的，你会感觉到时间的超意识。你的时间在流逝，那是你脑子里的碎片让你发疯。好吧，开玩笑，抱歉，你不太可能是尼奥，但无脑的无聊确实让你心烦。你可能正在读那篇准备晚点读的文章，你可以开始那个手工项目了，可能正在琢磨怎么做那件事。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、有目的的、对你有用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这么做，那就做一些不需要动脑的活动，比如盲目的刷社交媒体或抠指甲。这表明你渴望学习或刺激自己的大脑，这些都是聪明的。三、喜欢学习。有没有对一成不变的活动感到不满和不想参加？挨着你的那个人可能会满足于重复做同样不变的事情。当你邀请他们和你一起上一门新课程，或参加一个可以让你学到更多东西的会议时，他们看了你一眼，好像在说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基本上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学到知识，关于你喜欢的东西的知识，你渴望了解的。所以去上课或学习一个观念，就像美味的零食一样，不能只吃一种，我们总是可以改进的。而我们想要攀登更高的欲望，也会改善我们想要变得更聪明的欲望，以满足需要。四、可以从长远角度和全方位思考。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？对自己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或想法的反思是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也许你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解决方案，尽管没有人回应，但无论如何，你发现你的解决方案正在被使用。别担心，有些人就是不能承认你提出了他们没有也不会想到的建议。这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，你仍然让他们的思维和想法跳出了固有的框框。不过，如果他们承认你比他们聪明，那就给自己的情商加分了，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，让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骄傲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新观点、新想法和新解决方案让别人感到惊讶，尤其是和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时，那么你的思维就是批判性的，能屈能伸。五、看一个人的内在，而不是他的外貌。你会让自己从对别人的草率判断中恢复过来吗？也许在有机会更多的观察或了解他们之前，愿意先假定他们是无辜的，想要看到当事人背后的那个人。你和他们的谈话不会回避他们的天性，而是会发现他们是怎么想的，他们的观点，以及他们是谁。有能力出于本心对待别人，而不是他们的外表，这是善良和情商有深度的迹象。六、情绪稳定。长话短说，你能在任何情况下解决问题之前的思考都很冷静。我们的意思是，即使你真的只是想给那个易怒的、好争辩的人一巴掌，也不会真的动手。你知道，即使你的朋友在做一些非常不明智的事情，你也要抑制住想脱口而出的冲动，不会失控，甚至会思考一下，不，深深地吸一口氧气，思考如何最好的起作用，而不是伤害。
考虑到自己的话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，所以花了一些心思，尽可能的用一些修辞，而不是用简短的言语回击。当然，你需要感受你的感受，这就是常人的处境。然而，聪明之处在于，你找到了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方法来处理你的感觉，而不是依靠条件反射和冲动。有时候，安慰的敷衍，不管说得多么好，不管想得多么周全，有些人还是会固执地得体拒绝，全看他们了，和你无关。别有压力，你做了你该做的就很好。你觉得自己更聪明吗？也许你意识到了其中一点吗？现在意识到，嘿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也许你在别人身上发现了这些特质，那么现在可以让他们看这支影片，或者给他们一些赞美，让他们开心一天。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小伙伴，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，让自己感觉良好，感觉更聪明。我们知道你懂的。另一件聪明的事情是给我们点赞，并继续看我们的影片。那么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